泰国总理阿努廷这哥们的野心不容低估，他不仅要把柬埔寨的军事能力给打废，还要断绝柬埔寨向外求生的所有通道，更要所有不服他的人，包括已经灰头土脸的洪森父子明白，他阿努廷够硬也够狠。带着软弱商人标签上台的他，正押上全部身家和国运，在声声炮火中一步步把危机变成了自己登顶权力的红毯。在他看来，战争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政治的延续。那么阿努廷究竟在下一盘怎样的棋？他又是如何给自己塑造强人形象的？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复盘这场2025年最精彩也最血腥的东南亚权谋大戏。先将时间拨回到2025年的9月，当时的泰柬边境局势几乎到了擦枪走火的边缘，但比边境危机更让阿努廷感到焦虑的是他在曼谷政坛那尴尬至极的处境。尽管已经坐上了泰国第32任总理的宝座，但在泰国这个等级森严、讲究血统与军功的政治生态里，阿努廷身上仿若始终背负着巨大的原罪。在现有的权贵精英甚至军方大佬眼中，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出身建筑行业的包工头。他本人背负的土地案更像颗定时炸弹，随时都能引爆其执政生涯。而在对手人民党步步紧逼，只把支持阿努廷临时上台作为借力打力、排挤主要竞争对手的背景下，这种精明商人的标签随时会成为他政治生命的催命符。阿努廷深知，如果他像个商人一样去谈性价比，去谈和为贵，那么他的下场会在4个月后的大选和修宪公投结束后，比佩通坦可能还要惨。所以他必须换个活法，必须让自己俯视所有人，向他们证明他阿努廷不仅会算账，更敢于杀伐。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阿努廷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一名持有飞行执照的资深飞行员。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曾多次驾驶私人飞机，在恶劣天气下穿梭于泰国各地，执行一项名为爱心之翼的任务，运送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那个时候他是与死神赛跑的救命机长，而现在面对国家的政治风暴和边境的军事挑衅，身为机长的他决定推下操纵杆，让泰国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进入俯冲战斗模式。于是阿努廷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让2架 F-16战斗机从泰国本土起飞，将怒火投放在柬埔寨的土地上，并宣称泰方将继续军事行动，直到不受威胁。事情发展到此，已不再是生意的算计，而是实力的宣示。阿努廷的手段可不仅是派飞机秀肌肉那么简单，如果看不懂背后的外交博弈，也就看不懂他的精明之处。让我把时钟再稍稍往回拨。今年8月冲突爆发后，彼时的柬埔寨显然严重低估了阿努廷的决心。前首相洪森及其家族为了在这场博弈中寻求国际支持，可谓是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上演了一出荒诞的外交献媚剧，公开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这几乎是赤裸裸的谄媚讨好。果然，当两国战事吃紧，柬埔寨方面感到压力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推文，邀功说自己介入并非搞定了停火事宜。如果是前任佩通坦，面对来自超级大国总统的台阶，或许会顺水推舟，借着由头宣布停火，既给了美国面子，又息事宁人。但阿努廷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选择，不仅公开否认了任何停火协议的存在，还抛出了一个让柬埔寨根本无法接受也无法辩驳的完美借口——地雷问题。具体点说，阿努廷要求柬埔寨作为入侵的一方，必须率先宣布停火。除上述条件外，检方还必须以严肃真诚的态度配合清除地雷。这一招实在是高明至极，堪称顶级阳谋。为什么这么说？懂军事的人都知道，在热带丛林密布的边境线上，排雷是一项艰巨、危险且极其漫长的任务。要彻底清除一片区域的地雷，可能需要3-5年甚至10年的时间。阿努廷提出这个停火条件，实际上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我根本不想停火，至少要持续到我的政治根基彻底稳固为止。这一记耳光不仅打在了柬埔寨脸上，也让洪森父子成了国际舞台上最大的笑话。他们心心念念的和老特头站在一起，结果对方除了打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电话，发了一条推文之外，就啥也没干了。在这一回合中，阿努廷又赢了。这场博弈中输得最惨最彻底的，莫过于柬埔寨现任总理洪森之子洪马奈。毕业自西点军校的洪马奈，或许曾天真的以为，凭借自己的西方教育背景以及家族对美国的讨好，再加上欧美教科书里那套国际规则和外交礼仪，就能稳赢不输。但他忘了，在东南亚这片盛行丛林法则的土地上，决定战争走向的不是华盛顿的电话，更不是常春藤盟校的博士论文，而是实实在在的筹码、利益和硬实力。而在一番较量之后，这位西点高材生补上了一堂残酷的现实主义生存课。作为对手，阿努廷很清楚，直接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并不符合本国利益，因为那会招致联合国制裁，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更隐蔽、更狠辣，但也更致命的方式——全方面封锁。从12月15号起，泰国军方正式将泰国湾划为高风险区域，但不会影响第三方船只通过。
此前，泰方已在6月停止向检方出口石油。据泰国媒体分析，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封锁柬埔寨的能源进口渠道，甚至泰国还在海上实施了严密禁运。泰老边境的燃油运输被叫停，理由是防止借道输送至柬埔寨。在外界看来，这种封锁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且蔓延速度惊人。首先受到影响的一定是那些盘踞在泰柬边境臭名昭著的电诈园区。在被泰国切断了能源供应后，边境园区内的电脑、空调甚至电子门禁都会逐渐失效，随后园区内的罪恶秩序也将在能源断供的瞬间土崩瓦解。那些给柬埔寨贡献了巨额外汇但也毫无人性的魔鬼一定会把魔爪伸向园区外，但阿努廷不在乎这些，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需要展示这种近乎冷酷的破坏力，让对手看到惹怒泰国的代价是你们无法承受的全面崩溃。而当红马奈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其实脆弱的如同一张纸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看完了阿努廷今天的狠辣与决绝，我们还要问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个男人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为什么他比职业军人和其他政治家更懂得利用权谋？事实上，阿努廷这个名字在曼谷的权力场上不仅代表着财富，更代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华裔豪门底蕴。作为政治人物，他从不避讳自己的血统，甚至在那个讲究泰人治国的圈子里，曾高调对外宣称：“我是100%的华人血统，我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来自中国。”他还亮出了自己的中文名陈希尧，他的起点也是绝大多数人几辈子都难以企及的终点。他的家族早就在湄南河畔扎下了深根，到了他父亲这一代，不仅一手缔造了泰国建筑界的巨无霸中泰工程，更曾坐镇内政部，手握地方行政大权。在这种商政双修的顶级豪门里长大，阿努廷从小呼吸的就是权力和金钱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可以说，他一出生手里攥着的就不是普通的出生证明，而是一张通往泰国权力核心的 VIP 门票。而这种天生的资本也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2006年9月，泰国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时任总理他信领导的政府。当时正活跃在执政党体系中的阿努廷也受到影响，一度淡出前台，但由于家庭背景雄厚，所以并未彻底退出政坛。在此后的泰国政局演变中，自豪泰党逐渐崛起。2012年，拥有更多政治资本的阿努廷重返政坛，出任自豪泰党党首。此后，该党在他的带领下，多次在选举和组阁谈判中扮演关键少数派角色，成为泰国政坛重要的平衡力量。作为党魁，阿努廷也在4年内先后出任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和内政部长，掌管地方行政体系。至此，阿努廷登上总理宝座前的所有试炼和准备均已就绪。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到2025年的古格岛。此时，已在政坛脱胎换骨的阿努廷，站在 F-16战机的阴影下，眺望着那片蕴藏万亿财富的大海。他的2个身份——铁血总理和工程巨鳄，也在这一刻完美合体了。很多人只看到了战争的风险，但阿努廷却看到了商机。要知道，泰柬争议海域底沉睡着价值约10万亿泰铢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是东南亚仅存的尚未开发的超级能源宝库。要想开发这片油气田，必然涉及到巨大的海上基建工程、钻井平台的搭建、海底输油管道的铺设、港口炼化设施的建设。而在泰国，谁最懂这些？谁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承接这些国家级的超大工程？答案不言自明。当然是阿努廷家族背后的中泰工程，但他更清楚，这笔生意要想做成，前提必须是政治正确。在 MOU 2001备受争议的背景下，如果像佩通坦那样主动找柬埔寨谈合作，会被泰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骂成卖国贼，生意没做成不说，人恐怕都得下台。所以他必须利用好边境争端，先用炮火把卖国的帽子从自个头上轰下来，再把主权的大旗插得比谁都深。本质上，这已不再是一场边境冲突，而是一场关于定价权的博弈。阿努廷用战斗机和强硬态度为泰国赢回了尊严，也为自己拿到了未来那张巨大谈判桌上最丰厚的筹码。只有先把柬埔寨打痛了、打服了，把古格岛的主权彻底钉死在泰国手里，未来的油气开发谈判，泰国才能掌握绝对的主动权。到时，只要泰国政府开始招标，巨大的工程项目启动，他阿努廷就将不再是那个大麻部长，而是能为泰国带来能源财富的好总理。至于商人本色和潜在利益，也就由不得他人分说了。即便全年都是夏天，曼谷的雨季也有结束的一天，但是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权力游戏却永远不会剧终。佩通坦的那通电话让自己输掉了总理宝座，阿努廷的一声开火则让他近乎赢下所有。或许这就是东南亚政治最残酷的真相。在这里，温情与虔诚的面纱毫无意义，唯有那些敢于在悬崖边下注、敢于用实力说话的务实者，才有资格笑到最后。作为现任总理，阿努廷正在教会整个泰国，如何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既保住面子，又有尊严地把钱挣了。
泰王的焦虑正在升级。11月13号，一架来自曼谷的专机稳稳地降落在了北京。机舱门打开，一位身着戎装、面露笑意的男人走了下来。他就是泰国的现任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拉玛十世。这是自1975年中泰建交以来，泰国国王首次踏上中国土地，也是哇吉拉隆功登基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主要大国。那么，这位在位以来争议不断、极少进行国事访问的泰国国王，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选择登门访华？他来到底所谓何事？是突然之举，还是另有深意？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从历史、从地缘、从人心，好好品一品。要理解今天，咱们必须先回到过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次来的拉玛十世，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在泰国民众心中宛如神明的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普密蓬国王在位70年，是全世界在位时间第2长的君主。他在泰国是什么地位？这么说吧，对于泰国人而言，他不是国王，而是国父，是支柱，是整个国家动荡岁月里的定海神针。1975年，中泰两国刚刚建交，当时的世界还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就在那个时候，普密蓬国王就高瞻远瞩地派出了自己的女儿施灵通公主作为他的代表访问中国。从那以后，施灵通公主前后后访问了中国50多次，成了中泰友谊的象征。但请注意，普密蓬国王本人终其一生从未正式访问中国。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泰国的身份非常明确，它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铁杆盟友，是主要非北约盟友，是美国用来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桥头堡。国王作为国家元首，他的每一次出访都代表着国家的战队，所以普密蓬国王可以派公主来表达友好，但他自己却不来，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泰国在美苏之间的微妙平衡。这是一种典型的竹子外交，随风摇摆，但根基不动。好，这个背景很重要。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主角拉玛十世，他和他的父亲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普密蓬国王一生勤政爱民，深入乡野，他用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一次次化解了泰国的政治危机，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牢牢地凝聚在一起。他在人民心中是完美的、无私的、神圣的。而拉玛十世呢，他继位以来，外界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他个性张扬，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德国，对国内政治的介入方式也和他父亲完全不同。他更强硬、更直接，也因此在泰国国内，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简单来说，他爹是泰国人心中的庇护神，而他想做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绝对权力的人。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和他父亲形象完全不同，并且需要努力证明自己、巩固权威的国王，为什么不再镇守中枢，而是踏出国门，开启首次访华之旅了？答案就藏在泰国当下的困境里。今天的泰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首先是政治上的撕裂，泰国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代际冲突和思想对立。一边是以军方、王室、传统精英阶层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另一边是以前进党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他们背后站着的是成千上万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他们要求改革，甚至触及到了君主制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去年的大选，前进党异军突起，虽然最后被传统势力用各种手段阻挠没能上台，但已经把泰国社会深层矛盾彻底摆上了台面。这种内部的政治斗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也让王室的权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拉玛十世非常清楚，光靠强硬手段是压不住的，要想让年轻人幸福，要想让国家稳定，你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什么成绩？经济发展，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起来，这是硬道理。可问题是，泰国的经济也遇到了大麻烦。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泰国经济高度依赖三大支柱：出口、旅游和外来投资。但在过去几年，这三大支柱都开始摇晃。全球经济不景气，出口订单减少，疫情重创了旅游业，虽然现在有所恢复，但远未达到巅峰水平。更要命的是，外来投资，尤其是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投资后劲不足，甚至在向越南、印尼这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内部政治不稳，外部经济引擎熄火。这个时候，国王作为国家的最高象征，他必须为泰国找到一条出路，找到一个新的强而有力的增长点。放眼全球，谁能提供这个增长点？谁有这个能力、体量和意愿来拉泰国一把？答案不言而喻。所以拉玛十世这次访华的首要任务就是来找药方，来为泰国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并且他不是空手来的，他是穿着一张巨大的合作清单和国家发展的蓝图来的。这张清单上有什么？第一项也是最引人遐想的，就是科拉地峡运河或者它的替代方案路桥项目。这个项目是什么概念？我们都知道，全世界近一半的石油和贸易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世界的咽喉，但这个咽喉被美国牢牢地控制着。
而克拉地峡就在泰国南部最窄的地方，如果在这里开凿一条运河，或者修建一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铁路、公路、输油管线，那船只就可以直接绕开马六甲，航程缩短1200公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能源安全和贸易安全将得到巨大提升，我们不必再担心在极端情况下被人在马六甲卡脖子。这对泰国又意味着什么？它将从一个普通的东南亚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级的航运枢纽，每年光是过路费和服务费就能收到手软，带来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更是不可掂量。这个项目被誉为东方巴拿马运河，已经提出了100多年，为什么一直没建成？因为工程量太浩大，投资太巨大，政治风险太高。放眼全世界，有能力、有技术、有资本，并且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这个项目的国家只有一个。所以泰王这次来，关于陆桥项目的深度合作，很可能就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合作了，这是100年大计，是能彻底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超级工程。清单上的第2项是中泰高铁，这条铁路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穿过老挝，最终抵达曼谷。这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目前，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运营得非常成功，让老挝这个内陆国变成了陆联国。而泰国段呢，之前因为各种原因进展缓慢，泰王这次亲自来访，就是要排除国内的政治阻力，为这条黄金走廊按下加速键。因为一旦铁路一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就能在中国和整个中南半岛之间畅通无阻。泰国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将得到空前巩固。清单上的第3项是更现实的旅游和投资。中国游客曾经是泰国旅游业的半壁江山，国王亲自访华释放出的善意和安全信号，对吸引游客回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泰国也急需来自咱们的投资，尤其是在电动汽车、数字经济、绿色能源这些新兴领域。比亚迪、长城等中国车企已经在泰国建厂，把泰国作为辐射整个东南亚的生产基地。泰王此行就是要告诉所有中国的企业家，来吧，泰国欢迎你们，皇室支持你们。清单上的第4项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军事合作。泰国传统上都是美式装备，但近年来他们向我们采购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多，比如 VT4 主战坦克，以及闹得沸沸扬扬的 S-26T 常规潜艇。虽然潜艇项目因为发动机问题遇到了一些波折，但这恰恰说明两国军事合作已经深入到了非常核心的领域。泰王本人是军人出身，对军事合作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次访问很可能会推动两国在军事技术、联合演训等方面的合作更上一层楼。你看，从路桥这样的世纪工程到高铁、旅游、投资、军事合作，泰王此行的目的是全方位的，是战略性的。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咱们的投资，更是咱们的市场、咱们的技术、咱们的方案，以及咱家所代表的那种强大的国家执行力和发展确定性。这就引出了我们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拉玛十世做出了他父亲当年没有做的决定？因为时代变了。如果说普密蓬国王的时代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时刻，泰国作为小国，最优策略是紧抱大腿，同时跟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保持距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保持友好但谨慎的观察。那么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的影响力在相对下降，他对盟友的承诺变得越来越口惠而实不至。美国需要小弟，但更多的是把小弟当成遏制他人的棋子和炮灰，而不是真心帮助盟友发展。你看他在俄乌冲突中如何收割欧洲，你看他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这一切泰国都看在眼里。美国这艘大船看着依然豪华，但船票越来越贵，服务越来越差，船长还时不时的想把你当成挡箭牌扔下海。而另一边，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我们主张的是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我们只需要朋友，但交朋友的方式是要想富先修路，是有钱一起赚，是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隔壁的中国号巨轮动力强劲，航线明确，船长还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起上船，共同驶向繁荣的彼岸。面对这样两艘截然不同的船，你让泰国怎么选？竹子外交的精髓不是死守一棵大树，而是永远选择向着阳光最充足、雨水最丰沛的方向生长。而毫无疑问，东方升起的太阳更加温暖，也更加耀眼。所以拉玛十世这次访华，是他作为泰国国家元首对国际形势做出的最重大的战略判断。这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访问，这是一次微妙的选边，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投资。他投资的是中国的国运，也是泰国的未来。他用这次访问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泰国将更深、更全面地融入到由中国引领的亚洲新秩序中来。